一名小女孩被她的亲生母亲残忍杀害并且肢解，不仅如此，母亲还将她的头颅放入了电饭煲内。这是发生在香港的10大碎尸案之一——旺角当房碎尸案。2017年12月17日晚上8点，住在香港广东道万福楼一名姓林的男孩正提着垃圾出门去扔。他在楼道里碰见了邻居曹燕，曹燕叫住了小林，他说家中用水管突然爆裂，自己的手机呢被监控了，想要借用一下手机给她内地的丈夫打电话求助。小林听曹燕这么说，他又折返回家通知了母亲，然后将手机借给了曹燕。谁知这一借就有去无回，小林多次催要，但曹燕始终拒绝归还手机。大约过了1个多小时，小林的父亲下班回家了，他得知了借手机的事情，就去找了曹燕，准备把手机要回来。谁知见到曹燕以后，他说自己还没有打电话，并且拒绝归还手机。他整个人看上去神情紧张，语无伦次。林父看到曹燕这副样子，心中难免起疑，他没有跟曹燕过多的纠缠，而是回家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了现场，他们发现曹燕就站在屋外，警员和他进行了简单的交流，但他表现得很不配合，并且拒绝和警方合作。在多次交流无果后，警方只能选择破门进屋。当他们打开房门的时候，毫无准备的警员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。这间60尺的房间里到处都是血水，他们顺着血水往里走，来到了浴室的位置。这时他们发现了一具类似儿童的尸体，本来以为是一起简单的手机盗窃案，没想到却牵出了一桩命案。警方迅速封锁了现场，并且紧急加派了人手。他们发现这具尸体并不是一具完整的尸体，而是被剁成了10几块，死状相当骇人。尸体的颈部被斩断，而且头颅并不完整，腹部也被剖开，肠子和内脏都流了出来。一部分内脏卡住了浴室的下水口，导致下水口堵塞，血水倒灌，浸湿了整个房间。尸体的残肢被扔在地上，一些肠子还有子宫被扔在了洗手盆中，而更恐怖的事情还在后面。当法医到达现场后，他们在门口看到了一把椅子，椅子上面放着一个电饭煲，但电饭煲内装的不是米饭，而是死者另一部分的残缺头颅。不知道凶手是出于何种目的会将头颅放到了锅中。总之那个画面当想想都觉得毛骨悚然。由于这间房子正是曹燕在居住，结合他种种反常的表现，警方经过初步调查后，当场以涉嫌谋杀的罪名拘捕了曹燕。此时的曹燕仍然语无伦次，神志不清，加上他拒不配合的态度，警方只能先走访周围的邻居，对曹燕做进一步的调查。住在他家对面的邻居表示，平时经常遇到曹燕，但是只是简单的打个招呼，所以不了解他的家庭状况，只知道他的原籍是内地四川，和他一起居住的还有他的女儿。案发当日3点到4点之间，这位邻居曾听到曹燕家传出一阵阵的剁肉声，紧接着又闻到了浓烈的消毒水味。邻居当时并没有在意，单纯的以为是小孩玩耍发出了噪音，想不到居然发生了这样的惨案。到了晚上8点，大概率是凶手肢解尸体后用水清理过现场。当房的整个楼梯间都渗满了水渍。曹燕曾在楼梯间向一位邻居借手机，但是这位邻居并未将手机借给曹燕。之后他就遇到了出门倒垃圾的小林。负责案件的警察从曹燕的家中带走了大批的物证，包括一把菜刀、衣服、消毒液、牛奶、避孕套和一把染血的木凳，并且他们还在现场发现了一个自制的吸毒用具，但它看上去已经十分残旧，应该是使用了很长的时间。结合这些情况，警方抽取了曹燕的血液进行检验，以确认他是否吸过毒或是滥用药物。由于还有部分遗体没有找到，警方怀疑可能被曹燕丢弃在了不同的地方。凌晨2点，警方派出了20名机动部队警员，兵分多路，在案发现场的楼下搜寻涉案的物证。搜索范围包括花槽、后巷、车底、垃圾桶以及路边的垃圾。怀疑有残肢已经被冲入了下水道，他们又拆除了大厦的地下喉管进行查看。警员花费了大约2个小时进行搜索，结果一无所获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也就是2017年的12月18日，警方给曹燕录取了口供。当被问及为何在浴室内会有女童的尸体时，曹燕回应不想回答，并说自己不清楚此事。
当时只看到屋内有黑褐色的影子在飘荡。从他的口供中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存在一定的精神问题。后来也证实曹燕的确有吸毒史，而且他不止吸食海洛因，还从2017年开始吸食冰毒。从那之后，他就经常出现幻听和幻觉，他曾多次告诉男友自己被鬼上身。法医这边也传来了消息，证实在屋内找到的所有身体组织均来自一个身体健全的女童，而这个女童正是曹燕的女儿何美洁。美洁的皮肤有被尖锐物品割裂的痕迹，身上有多处淤伤，其中手部的淤伤相信是她曾用手部遮挡袭击造成的防御伤。法医判断美洁的死因可能是窒息，但因为她的尸体已经被肢解得非常零碎，所以法医也无法给出准确的结论，因此美洁的死因被列作不明。随后警方联络到了曹燕的2人前夫，进一步的了解情况。经了解得知，曹燕时年37岁，原籍内地四川。案发时他在桑拿房工作，早年他与一名内地男子在四川结婚，并诞下了女儿何美洁。不久后，她与第一任丈夫离婚，之后她改嫁给一名香港男子，并取得了居留证。2017年，曹燕为女儿申请了来港定居。后来曹燕与第2任丈夫也离婚了，之后她就独自照顾女儿。她晚上到夜场做按摩技师，维持着整个家庭的开销。后来不知什么原因，她将女儿送回了内地。在案发的1年前，美洁再次返回香港，与母亲曹燕在旺角一间当房里生活，并就读于当地的一所小学。12岁的美洁生活环境并不稳定，年幼的她经历了父母离异，母亲又居住在香港，她需要经常在内地和香港往来。但她并没有放弃学业，美洁不止品学兼优，而且还积极参与课外活动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是一名运动健将。就在案发前的1个月，她才刚刚代表学校参加了跳远比赛。谁能想到，那么积极努力的一个女孩，居然死在了自己母亲的手中。2020年5月18日，曹燕在高等法院承认了一项误杀罪名，另一项阻止尸体合法埋葬则不予起诉。为了等待曹燕的精神报告，案件被押至2020年6月10日再审。曹燕的辩护律师在求情时说，曹燕确实是一名关心女儿的母亲，但因为精神问题犯案，她将会因此抱憾终身。曹燕的精神报告也证实了她患有精神分裂和思觉失调，会出现幻听和幻觉。最终法官指出，本案是一场悲剧。曹燕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夺去了女儿的生命，若非精神问题，她不会杀死自己爱惜的女儿。曹燕以残忍的方式杀害和肢解了自己的女儿，任何人看到案情都会感到震惊。但考虑到曹燕的精神报告，决定接纳被告的建议，判曹燕无限期在医院治疗服刑。回顾整个案件，曹燕的作案手法凶残至极，他不仅亲手将女儿杀害，而且还残忍的肢解。或许他是因为婚姻的不幸，逐渐迷失了自我，然后染上了毒品，又在毒品的作用下逐渐出现精神问题，最终失手杀害了女儿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的女儿才是本案中最无辜的人。他灿烂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绽放，就被母亲戛然而止。最后我只想说，珍爱生命，远离毒品。